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交易系统这个部分。我相信很多人做了一段时间的交易，但是到目前为止，可能都是处于一种散漫的交易阶段。因此，我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去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虽然今天分享的内容不是交易系统最好的出路，但是只要能帮到一部分的新朋友，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今天我这边主要跟大家讲4个类别，一个部分叫做交易本质，第二个部分叫做交易系统。当我们有了交易系统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去评价这个交易系统好不好？它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第3个。那第4个是什么？那就是要带着大家去做一个交易系统的设计，这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希望大家都能看到视频的最后啊！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吧。我们第一个部分叫做交易的本质。很多人做了一段时间内的交易，但是对于交易的本质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首先聊一下交易的本质是什么。交易的本质非常简单，就5个字：风险对收益。也就是说，你每赚取的一份收益，其实都是通过承担一定的风险来兑换的，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收益啊。所以很多人在做交易的过程中，他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与我们的交易本质相悖的。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寻找如何通过没有风险的方式去获取收益，这个是相反的。因为如果你把风险全部给扔掉了，也就意味你把收益的机会去掉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不参加，我不入场，就没有风险了，对不对？那反过来，同样的道理，我不入场就不可能赚到钱，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做交易就是要用可控的风险换取合理的收益，这就是交易的本质。5个字里面，其中最重要的4个字，一个就是叫做风险，一个就是收益，就这2个词。所以我们如何处理风险，如何获取收益，这就是交易最重要的2个事情，也就是基于这2个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就有了第2部分，交易系统。因此我们说交易系统包括2个部分，处理风险通过什么？是通过风控计划控制风险。盈利计划怎么处理？通过一个盈利计划去解决收益的问题。就这2个部分，其他的我们认为都是多余的哦。所以我们自己要去评估一下我们的交易系统有没有风控计划，有没有盈利计划。很多人在交易系统当中只有一个盈利计划，没有风控计划，有可能2个都没有，这就导致了什么？策略有问题了。所以总是出现一些扛单重仓，对导致风控出了问题，导致出了亏损。所以这2个部分一步都不能少啊，一个是风控计划，一个是盈利计划。大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风控计划怎么做，盈利计划怎么做，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2个部分，搞清楚交易系统是什么。交易系统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啊，这2个部分，一个是风控计划，一个是盈利计划。那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了这个交易系统，我们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在评价一套系统好坏的标准，交易系统的好坏其实都是来自于风控计划跟盈利计划。评价系统的好坏标准也只有2个，一个就是风险是否可控，第2个就是收益是不是够大。如果你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么你不管怎么操作，你的方式是不带止损的，亏损以后死扛，这就是必死的节奏啊！那这样的系统肯定是不合格的，对不对？那第2个叫做你的收益是否够大。那么你的系统如果说每一次都是什么亏得多赚得少，比如说你计划每一笔亏100块钱，但是你始终每一次都是赚个20、50、60、40，而亏的时候每次都是100，那这是属于什么？亏得多赚得少，对不对？收益没有办法来覆盖你的亏损的，长期下来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必死的节奏，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系统也是不合格的。你的交易系统方法如果能够满足风险是可控的，小亏大赚这2个点，我们就把它设为是合格的交易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评估一下你的系统是否能够满足这2个，风险可控，收益足够大，就这么简单。如果能够满足这2点，我们就认为你的系统是合格的，
那么前面3个部分都是交易的本质和交易系统以及交易系统的好坏的评估标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我想大家应该都是比较好理解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第4个部分，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做交易系统的设计。交易系统的设计是对2个部分进行设计的，就是一个可控的风险，一个盈利的计划。可控的风险是主要是对资金的管理，盈利的计划就是交易的策略，这个也就是大家经常所知道的2个词，一个叫做是资金管理，一个叫做什么交易策略。第一个系统的计划，那我们有了系统的计划，主要是资金管理。对于资金管理，可能很多人对它比较不消，对吧？但它确实很重要，非常重要。很多人因为风控做不好，不管你的体积做的有多大，不管你的交易策略多么牛逼，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好的，这就叫风控执行有问题的人。我们先聊一聊资金管理啊，在聊资金管理之前，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了解交易入门的条件，你是否认识到了市场是不确定的，基于此认识到风控是必须要做的，对不对？你是否达到入门了，就要看这个条件。那么我觉得，当你认识到走势是不可预测的，能够认识到市场是不确定的，那这就是交易的入门条件。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基本上就相当于入门了。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家都会经常做一些对行情进行预测，想要在这里或者那里找到一些好的交易圣杯，这都是说明你还没有入门。一旦入门，你都会认为这都是痴心妄想的事情。说明白一点，就是风控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风控计划必须要执行的，你就会明白那些不做止损的交易者基本上最终的结果都是死路一条，是必然的。 OK， 这就是我们交易入门的条件，我们自己去评估一下自己是否入门了啊。关于第2个点，就是我们说的风控的核心要如何去做，在这里我们都看到有强哥就用4个字来形容啊，就是固定亏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什么是固定亏损？固定亏损的话，在这里有的人采用的是固定额度，有的人是固定百分比，这都是可以的啊。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核心本质是一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下面，比如你有1万美金，你每一次固定亏损是1%，也就是说一次亏100，那你亏100次是不是就亏完了？本金也就亏完了，这就叫做什么？固定额度。什么叫固定百分比？比如说你现在有1万美金，你在交易了一笔赚了1000美金，那变成了11000美金，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按照1%去亏，那这个时候亏的是多少？亏的就是110美金，对不对？那剩下了9900美金，那按照你每一次1%的去亏100次，那我们就多出来99美金，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也就是你的每一次都是按照固定的百分比去亏，这就叫做固定百分比去亏。这2个形式都是一样的啊，也是最简单的2个方式，也是大家比较提倡的。但还有一些人啊，他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比如说他有1万美金，每一次也是按1%去亏的也是100U，对不对？但这个时候他赚了2000，也就是说12000美金，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赚了20%，这个时候他才考虑怎么样，按照12000美金1%去重新调整，也就是说接下来他就按照120美金去单币去亏损，这样也是可以的啊。那反过来，前面一单你是按20%亏损的，那我们现在是只剩下了8000美金，对吧？已经亏了20%了。一开始就是按100美金去亏的，现在变成了8000美金，按照他的8000美金10%的时候去亏，那就是按80美金去亏，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你的核心的就4个字，固定亏损。其中不管你采用是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固定亏损要记住，你是固定百分比，每一次都是固定额度100，还是说每一次都是调整百分比，还是说你先赚个20%，有个安全垫底后你再去调整，或者说你亏损20%。如果说你感觉每一次亏100有点多，那我就调成80，对不对？这些形式上都是一样的，自己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解锁就 OK。但是核心特点就是固定亏损。这个时候有新朋友可能要问，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固定亏100，对不对？每次都是亏100，怎么去亏这100？那我再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这里1万美金入场做多，往下面跌了，我亏了100美金，我就止损掉吗？我亏1个100美金我就止损掉吗？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你在1万美金做多，你如果是在9000美金止损，即使有了入场价，有了止损价，
即有了你的固定亏损100或者1000，这3个条件全部有了过后，你要去计算什么？计算你的仓位。所以很多人每一次在做交易的时候，他的仓位是有问题的。什么意思？他本身一般来说，我用过20倍的杠杆，对吧？5%的仓位，或者说10%的仓位，也就是说你每一次的仓位都是固定的，因为你的仓位一旦固定，你的止损距离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导致你最终亏损是浮动的。今天我这笔交易亏了100，下一笔有可能亏300，下一笔有可能亏500，还有亏成20的，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固定仓位去做，那每个人的风控体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也不是说你的风控体系有问题，而是说如果你接受这种风控体系，那你的操作方式不应该是固定仓位，而是固定亏损，而是选择入场价、止损价、固定亏损这3个条件满足以后去计算你的仓位。这样讲应该都是能明白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做交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仓位是在浮动的。今天这笔交易可能止损比较窄，那我们就开5个比特币，对不对？下一笔止损比较宽，那我们就只开1个比特币，对不对？但我们最终不管是哪种情况，主法止损的时候，亏损都是固定的100，就这么简单。希望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把资金管理做到位，这样我们就做到了一个风控。固定亏损这4个字了解清楚，说的应该还是比较明白啊。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风控计划。如果你在风控的问题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参考我们刚刚所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最后一个部分，叫什么？叫盈利计划，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哦。盈利计划一般的包括2个部分啊，一个叫做入场计划，一个叫出场计划。怎么入场的？怎么出场的？出场的话，其实它还包括2个，叫做止损出场和止盈出场，并不是每一次出场大家想的都是止盈出场啊。其实它还包括一个止损的出场。在这里我们主要讲的还有一个部分，叫做第2个部分，交易的底层逻辑。为什么讲它？因为它也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交易者为什么一直要做交易走不出来的原因。它就是卡在这里，或者说忽略了这里。因为大家都在寻找好的交易方法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不是自己研究的一些，在过去的交易中找到了一些规律，找到一些好的方法，或者是从别人手里拿过来直接用，但是在执行中，最终在执行的过程，你会发现你执行不下去，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连续亏损，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时候，对你的执行力会出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怀疑这套系统行还是不行。所以我们说能够稳定盈利的系统很多，但是能够稳定盈利的人很少，原因就是在这里。即使你拿到一套能够稳定盈利的系统，但是你执行不下去，最终结果也是没什么用。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大家对交易的底层逻辑考虑不到位，导致大家经常所说的交易得道，只是对道的理解不够，对术的执行才是可行的，你在方法上执行才是能够执行下去。所以很多交易者他缺乏执行力，实际上是什么？对于交易的认知是不够的，只是停留在前线的一些方法上面，导致结果浪费时间浪费钱。因此我们在做交易系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思考你的这套交易系统底层逻辑是什么，那么这套逻辑是否能够满足长期稳定获利。记住，是长期稳定获利。为什么能够满足？那是因为你的交易底层逻辑厉害，而不是你的交易方法厉害。所以说很多人在做交易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即使他拿到了一套不错的系统，在执行的过程中吧，也是在赚钱，但是他一直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相信这套系统到底最终结果表现是什么样的。所以说你的底层逻辑如果没有输入到位的话，那你的执行力就会有问题。所以今天重点给大家聊一下交易底层逻辑的正确的使用方法，也是分享给大家目前我及很多这位朋友在用的一套交易底层逻辑，以及最终这套系统它的一些细节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会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啊。同样的道理，这个方式底层逻辑它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目前交易比较迷茫，你可以去试着理解试试看，
至少我认为能够让你少走很多弯路。那么什么样的交易底层逻辑是正确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什么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这几个字是不是很熟悉？对，大家也经常听到过，但是真正能够领悟和执行它的人非常少。首先，截断亏损意味着是风险可控的，让利润奔跑意味着大赚的机会源于趋势的行情，通过趋势行情的利润覆盖过去的试错成本，最终实现整体获利。这就是非常简单高效的交易底层逻辑。说到这里，大家感觉是不是这么回事？很多人做了一段时间交易后，感觉到截断亏损让人奔跑，这不就是做趋势吗？所以说，基于大家说的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深入的去探讨什么这套逻辑背后的东西，或者说基于这套逻辑，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去执行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基于这个交易底层逻辑，我周围很多朋友也是在用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些深度思考的一部分啊，那就有这么几条啊：趋势跟踪策略，第二个叫品种选择要求，也就是基于这样的底层逻辑，你的品种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还是说什么品种都可以去做？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是大家经常会对于趋势跟踪策略面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趋势跟踪策略的难点是什么？趋势跟踪策略为什么长期有效？趋势交易者如何死掉的？为什么我们认为它的底层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很多人提到某一个品种长期出现震荡，你就会一直磨损。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多品种分散交易，它的优点在，以及很多人在设计交易系统的时候总会忽略一个点，那就是顶级系统应该具备的，等一下要说的普适性。很多人的系统只能做一个品种，或者说两个品种，对于很多品种，或者说对于更复杂的走势情况，它的交易方法就不行。那因此我们就判断，这样系统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它的有效性是比较差一点的，它不是长期有效的。那这是我们的结论，就是什么？好的系统一定是具备普适性的。那么我们选择多周期还是选择单周期？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等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做详细说明。那我们接下来往下走。第一部分的话，我们谈谈趋势跟踪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在方法上的选择上，一定是选择什么？趋势形成如常试错，趋势反转止损出场，趋势延续跟踪直至结束，一定是选择趋势跟踪的策略，因为你是要让利润奔跑起来，只能选择让趋势跟踪，否则你的利润就不可能奔跑出来。也就意味着趋势形成，我们有一个方法去判断趋势什么时候形成了，然后形成我们去入场试错。如果说趋势并没有形成，而是反转，那么就要止损出场。有个入场的规则，那就有个止损的规则。如果说趋势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做一个趋势的延续，那我们选择趋势跟踪的方式，有一个趋势跟踪的具体的方式去做一个延续的，都是 OK 的。那么具体的选择怎么样去选择？我们说的 low K 方式，还是选择均线指标的方式，只要是合理的逻辑啊，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逻辑最重要。比如说很多人也是选择维加斯隧道、布林带等等，对吧？还有比如新高出现的，我认为是新的多头趋势会延续，新低出现，我认为新的空头趋势会延续，如常试错，趋势延续以后去做一个持有的，趋势反转就去止损，就这么简单。同样我自己的话也经常会采用均线指标啊，比如说经常看到的维加斯隧道交易法，以通道的做一个趋势跟踪，也是非常好的一套均线策略。还比如说其他的趋势性指标，比如布林带等。但是很多人怎么样，他把布林带当做一个震荡指标，做一些高抛低吸的动作。如果你把它改成一个趋势型的一个方式去做，对吧？它就是一个趋势跟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策略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品种的选择要求。既然我们有定位，我们做的是趋势性的交易，趋势跟踪，那你的品种就不是什么样的品种都可以选择的。比如说一些国家的货币、黄金，
原油，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货币对经常出现一些单边趋势，所以它经常会出现什么大的一个宽幅度的症状啊，当中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啊。所以我们的趋势选择上要过滤或规避掉这种品种，同时我们要规避过滤的一些小品种，一些深度不够的小品种。我们在品种选择上是要有要求的，一般来说肯定是选择这个波动大的、深度够的，才是非常有利于我们长期跟踪的啊。下面我们一起讲啊，趋势交易者如果死掉，什么情况我们出现我们就会死掉，或者说趋势跟踪难点是什么？趋势跟踪为什么长期有效？这是我们接下来统一放在一起讲的一个部分啊。第一个我们说的趋势跟踪难点，很多人其实做交易做久以后，我们说交易入门了，认识到什么是走势是不可预测的，该止损啦，止损很果断啦，可以做止损，但是很难做到让利润奔跑起来。因为让利润奔跑起来，它需要经常面对的是盈利变成亏损，一次两次还行，问题是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崩溃，甚至放弃，很难去坚持。选择早早的落货，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不会很好，因为你的策略的底层逻辑是让利润奔跑起来，你选择早早的落货，那就跟你的策略不符啊，或者说你应该是另外的一套底层逻辑，所以出现了这样矛盾的点，让利润跑起来很难，这就是这套策略的门槛所在。这套门槛会挡住80%以上的交易者。很多人认识到趋势交易是 OK 的，是可以的，想要去执行，但是最终执行不下去，这就是它的难点所在。那么做趋势的人是如何死掉的？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震荡的人死在了趋势当中，做趋势的人死在了震荡中。真实的情况那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的交易的本质是风险对收盈，对不对？那市场的本质是什么？那肯定是波动。如果市场没有波动，那就不存在市场。如果整个市场连续几年都不出现波动，那这种情况作为趋势跟踪的人一定会死掉。但是这种属于什么？那就是市场让我死，我就不得不死，就像皇上让我死，我不得不死，对不对？那反过来我们要继续去思考，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它只存在两种走势，不是趋势就是震荡，很少有市场是一直震荡，而我们所选的品种也很少会出现一直震荡。所以一般来说，趋势结束就是震荡，震荡结束就是趋势，这么简单的一个关联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趋势策略为什么一直有效？大家请理解这句话，正因为我们所选的趋势策略它经常时效，所以它一直有效。所以说经常时效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有效，而很多人是反过来的，他一直在市场当中想要寻找一直有效的入场点，也就是所谓的交易圣杯，所以他所找到的自认为是特别好的那个交易入场点，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往往都是时效的长期做下来的，是要亏钱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在交易当中是不存在入场的交易圣杯，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所要聊到的趋势跟踪它的难点，以及趋势交易者是如何死掉的，以及为什么趋势跟踪策略是持续有效的这几个原因。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为什么选择多品种分散交易。那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的走势是不可预测的，单品种可能长时间不出现趋势，而一旦让我们做单品种的话，那么长时间不出趋势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面对着什么大的回撤出现。所以我们会选择多品种分散，所以我们会选择多品种分散交易会让系统更加稳定。同时我们加入多品种后，还可以增加更多的交易机会。 A 品种不出现趋势，那 B 品种或者 C 品种那肯定会出现趋势嘛，就是这个意思。同样我们在单品种上可能出现的较大的回撤会转变为多品种分散回撤，这样的话我们最终输出的资金曲线更加平滑，也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很多稳定盈利的系统它都是多品种在交易。所以如果说你目前的系统已经相当稳定，那你可以把品种多加入一些啊，
这样的话你的系统会更加稳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去加入多品种分散交易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么基于多品种分散交易，因此我们在制定策略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策略一定是具备什么普适性。很多人对于系统的搭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很多人的观念中都没有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去跟大家聊的一个部分。所谓的长期稳定获利，稳定源于什么？源于你的系统是可以处理大多数不确定的走势。很多人的策略它只能适应一个两个品种，说明你的这套策略背后的逻辑是不具备的大多数的不确定走势，因此在未来的交易过程中很可能失去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交易者他安全感很差，因为你知道你的交易策略适用于范围太小了，可能在过去的走势表现非常的不错，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表现的也不错，但是你没办法去评估和判断未来的走势。交易它都是 OK 的，一旦走势出现一些变动，出现一些大的变动，或者说整个市场出现一些大的变动，那你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认为一套好的交易策略，它的背后逻辑一定是符合大多数品种的走势行情的。可能会有的人说这套策略只能做黄金，那在原有的市场上就做不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你的这套策略一定是什么？面对更为复杂的走势结构的时候，你都可以驾驭，不至于失控。而能够接受复杂行情走势的，永远不是你的交易策略厉害，而是你背后的底层交易逻辑厉害。因为你的交易策略逻辑注定了你的交易方法是优秀的，是具备普适性的。很多人经常会听到一句话，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目的为了让你的系统具备普适性，而不是加了很多条件，搞得非常复杂。而很多人把条件搞得非常复杂的原因，是为了让自己的系统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但是满足赚更多的钱的要求以后，你会发现你的使用率降低了很多，长期下来不一定真的能够赚到那么多钱。所以适当的把自己的条件放少了，适当的把自己的交易体系变得更简单了，这样的话你的整个交易系统才具备普适性，这样在未来不确定的组织中你的系统才具备优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在搭建交易系统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部分，这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的一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部分啊，叫做固定周期 vs 多周期。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大家会经常选择多周期共振的方式去评估入场，因为多周期共振形成以后，一般来说入场后的胜率很高，赚钱概率也很高，因此很多技术交易的小伙伴都会选择这种方式。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同样你要明白，多周期共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降低交易频率，它会降低胜率，但是可以提升我们的交易频率。你还需要理解的一个点是，胜率高并不代表赚钱多，因为你错过机会可能是一波趋势。所以我们在选择上不需要过于纠结，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决策行。因为我们的底层逻辑是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所以我们宁可接受连续止损几次，也不想错过接下来出现的趋势行情。所以我们是要一个单期的去做一个运气，但是你选择多期也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就根据自己的风险决策就行。这个我觉得不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对周期上的一个观点，自己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况去判定。好，最后一点呢，是强哥跟朋友一般都是采取趋势跟踪的思路也就是基本都是以清仓顺势多品种分散交易。顺势嘛，就是行情的一些趋势采取突破新高或者新低，判断趋势连续入场采取维加斯隧道交易周围趋势跟踪的一些思路，大家都是可以参考的好，在这里强哥还是要强调一下，本视频分享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要谨慎。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请留下
领宝贵的赞及订阅哦，开启小铃铛。谢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